北府的事情忙完了？是你找叶公子帮的忙？他贪图我崇2楼的美酒，找他帮忙，轻而易举。常北明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是一个值得你信赖的朋友。那既然是朋友，为何不可以据实相告？我怎么没有据实相告啊？崇2楼常大公子，谁不知道？好，既然你不想说实话，那我也便不问了，免得讨人嫌。那这样，我问你个事情。什么？这里面带的是什么东西？这……你看，你都不和我坦诚相待，为何还对我苦苦相逼？好，那我便告诉你。说。这是5年前，我奉师命追查赏金榜排名第21的铁血三鹰。那是我领到的第一个任务。为了出色完成，我不吃不喝地追击铁血三鹰3个昼夜，终于逼得这3个江洋大盗狗急跳墙。跟他拼了！三鹰的毒镖虽不致灭，却能使中毒者浑身瘫软，武功尽失。我本已绝望，谁料他突然出现，一招就击毙了三鹰，救了我。他把我背到一个大树洞里，当时我高烧不退，他照顾了我1夜。他救了我，可惜我当时中毒昏迷，没看清他的样貌。不知哪位高人出手相助，可否一见，容我当面感谢。有点感人。你呵呵一声是何意？你觉得我在骗你吗？没有，我就是觉得这个故事略有点夸张。你凭什么这么说？你看啊，这个高人应该是神人吧，一掌劈了3个人，啪啪啪。再说了，现在是不是所有的高人都施恩不忘报，来去自由，何其潇洒？你不是说你不喜欢男人吗？你的恩人是男是女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当时只顾着感恩了，没想过是男是女。而且，这位恩人的年纪应该和我爹差不多大，因为他照顾我的时候，很像是我小时候生病了，我爹照顾我的感觉。我越来越质疑你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了。你是不是毒镖发作了？
产生幻觉。那三英是谁杀的？我怎么知道啊？就算这个高人真实存在，但他未必是好人。我不许你这么说我的救命恩人。我把我的秘密告诉你了，你也要告诉我一个你的秘密。那行吧，告诉你。我的秘密就是，我在菠萝过敏。陈北明，你太坏了！我说的就是秘密啊，我又没答应你告诉你我的身世。果然你们男人都是骗子，我以后再也不信你的话了。冰凡，下次不要给我送菠萝。既知真相，为何心里还是不舒服呢？这个菜可是他们家樊姐，关捕头来了。司门司八品资一捕头关云峰，有礼了。关捕头好，请坐。小可关云峰还不知道姑娘尊姓。关捕头，可有雕图的消息？关捕头，自那日起，这个淫贼就再也没有出现过。你的人去太平侯府附近搜过吗？我的人去了太平侯府附近的街搜了个遍，都没有这厮的身影。这个淫贼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。这捕贼的期限马上就要到了，该如何向上峰交代呢？樊姐，要不然咱们找花姐商量商量吧。先告辞了。哎，姑娘，还有事？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。锦衣卫北镇抚司小旗沈冰凡。沈冰凡，真好听。大人，啊，今日是10日期限最后一天，大人若是要去内阁解释，请带我们同去。干什么呀？一起去挨骂是吗？行了，这事儿由老夫处置。大人如此信任，我们却出师不利。这算什么出师不利呀？至少吓得这淫贼这2天不敢露面了吧？这也算是变相的维护经济治安呐，是不是？行了，不要有什么压力，不要有什么包袱，我老夫一人承担。大人，雕图隐匿在侯府的可能性极大，大人若同意，我再去查。别，你们可别去啊！老夫我办事万求一个稳，这案子没破，你再给我捅出更大的篓子。大人，听常少说，您为了我们，受了内阁的训斥，和南镇抚司段大人的奚落。无妨，人老皮厚，不就是说我2句吗？啊，说就说呗，不怕他。大人，冰凡自问与您没什么交集，您为何如此避讳？故人之女，自当庇护。您知道我是？
你爹是锦衣卫千户沈莲是吧？你第一次来，我就知道你是谁了。起来吧。你说你的胆量怎么就那么大？你怎么敢潜入我北府当女卫呀？执念如此之深，是为了报仇吧？恳请指挥使大人帮我查明真相，还我爹公道。我若知道真相，早就可以还你爹一个公道了，何至于你自己亲自来呀？你也不知道当年真相？我只知道部分事情。恳请大人赐教。老夫知道当年接应你爹的是时任锦衣卫千户陆国凯，和时任南镇抚司镇抚、现任五军都督指挥使王衍。同时这个王衍也是现任南镇指挥使的嫡系。陆国凯，当年接应我爹的人是陆国凯。据陆国凯回来禀报说，他跟王衍赶去的时候，这仁政和你爹已经被害了。罗王一案牵扯巨大，朝廷不想牵扯出更大的丑闻，故而将此案低调处理。那这么说，下害我爹的就是陆国凯或者王衍。平凡，切记，在没有确凿的证据的情况下，万万不可怀疑同僚。是，陆国凯固然是唯利是图，但他没有那个胆量。这王衍胆大妄为，不过是一个有勇无谋的匹夫罢了。他，没有那个脑子。恳请大人帮助兵犯查明当年真相。此案风尘已久，老夫不能贸然的帮助你。但是，说查冷心一案，我倒可以提供一些线索。若能抓到冷心，真相也自然会大白。请大人赐教。秉凡，我告诉你个秘密，这冷心自出道以来，在江湖之中从未遇到过敌手，他唯一忌惮三分的就是怪盗风拂柳。如果你能找到这个怪盗风拂柳，就一定能够找到克制冷心的办法。什么事儿啊？月圆之夜，拜上魏国公老千岁，去御赐青龙诀，风拂柳顿首。不好了，怪盗风拂柳下战书了。花姐、沈姑娘、陈姑娘，听说昨天晚上怪盗风拂柳现身京师，说是向魏国公府徐老千岁的府邸下了战书，说是什么月圆之夜要来盗取魏国公府的御赐青龙诀。今日魏国公将此事上报了朝廷，现在什么三司衙门、南北镇抚司、五军都督府全都炸了锅了。怪盗风拂柳现身了。御赐青龙诀，肯定很值钱。如今指挥使大人已经被招入内阁议事，看来这个风拂柳真是要把京城搅乱套了。好机会！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属下请令缉拿风拂柳。沈冰凡呀，沈冰凡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我就算派锦衣卫，也轮不到你们女卫。上次捉拿刁徒失败，那个锦衣卫丢了多大的脸？去，出去！上次没抓到刁徒，确实挺没面子。若是这次能抓到风拂柳，这不比抓到刁徒值钱啊！到时候我们女卫的面子全都挽回来了。花姐说的对。可是抓风拂柳的事，内阁交给了刑部，指挥使跟陆镇府都再三叮嘱，不许我们轻举妄动。你傻呀！我们以私人身份，若能擒得那风拂柳，
自然是我们北府的功劳啊。要是抓不住的话，我们就说凑巧路过，反正他们也不能说什么的。范姐，你们两个今日异口同声的劝我，着实奇怪。哎呀，说实话，我们对风拂柳着实是好奇，难道你不好奇？我当然也想抓他了。那就这么定了吧。那我们就在月圆之夜去魏国公府外埋伏，若能擒得这风拂柳，我看谁还敢说我们女卫不行。也好。没什么情况吧？没有，没有。是是。承让了，关捕头。这青龙玉珏，封某借赏几天。三位姑娘好兴致啊！三位姑娘，后会有期。哪儿跑？你使的是灵猫三纵，你是什么人？你的身形也很熟悉，你又是什么人？春风放胆来拂柳，夜雨蛮人去润花。花姐，小鱼，花姐，我眼睛好痛啊！花姐，快让我看一下你的伤势啊！不要看了。花姐，怎么样？没事吧？对不起，让风拂柳跑了。你可有看清相貌？我好像没太看清楚，但我感觉他的轮廓好像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人。常北明。只因你曾擅闯入梦，虚实难辨，醉意朦胧。星颠沛流离，却怦然填满人海之中。热血微凉，尘世翻涌，江山如画，如你潇洒。拔剑茫然，执念早已情深放下。你许的誓言是真心难作假，却向天边留下，不为谁停下。收起梦中情话，相忘于天涯。与回忆相拥，途经一场繁华如梦。你曾于人海中沉默不作声，也像云淡风轻，奔赴辽阔此生。